今天穿得很漂亮，我欢迎你。来了，坐。你也不想想，我做这些是为了谁？才大伯，大伯和妈订过婚。爸，阿福，你很久没有这样叫我的名字了。我知道你有一个秘密，一直收在心里。当时有才出事，你原本可以救他的。你是我丈夫，我们孩子的爸。我不怪你，我知道
一直都没有原谅自己。我想请求你一件事，不管什么事，我都会答应你哦。好好照顾凯婷和凯德，不要让他们承受跟你一样的苦，让他们快乐长大，做他们喜欢的事。孩子的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们。凯德，我看这些布料也不错，你觉得怎样？这颜色我喜欢，这花式也很好看。我觉得可以做的稍微合身一点，会更好看。太太眼光真好，这些是今年欧洲最新的款式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要是选这些花俏的样式，爸又要不高兴了。衣服是穿在你身上，最重要是你喜欢和感觉舒服，不用管别人怎么想。要是我爸也能这么想，那就好了。放心吧，你爸的西装现在也是我选的，你尽管选你喜欢的。平常就因为迁就别人而不能做自己，要是连选个衣服样式都没有自由，那就太惨啦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你也可以真的做自己，去学你喜欢的服装设计。我去找师傅过来。你妈跟你大伯，所以你妈原本是你大伯的未婚妻，可是你大伯突然意外过世，你妈才会嫁给你爸。这是我的推测。以前爷爷跟爸妈很少提到大伯，现在知道大伯和妈曾经订婚，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避而不谈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刚刚脑海里划过一个念头，就是我会不会是我大伯的孩子，所以我爸才那么讨厌我。但是想想我出生的时间离大伯过世都快3年，所以不可能。你就不要胡思乱想啦，小心你妈晚上到你梦里来骂你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爸那么讨厌我，
甚至还请人来跟踪我。你真的确定那个人是你爸派来的？遗嘱公布之后，我爸就认为是我唆使爷爷把金堂从他手中抢走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女儿，而是他的敌人了。对啊，今天真好玩。他们两个的关系还真的不错。我没有跟你说过吗？我以前以为婉玲是凯德的初恋。改一次我带你去那个咖啡厅。老公，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？公司事情做完了就回来了。裁缝店的师傅还好吗？老样子，他问候你说好久都没见到你了。西装都定做好了。做了2套，都是按今年英国最新设计定做的。我觉得英式的剪裁比较合身，更适合凯德的。做的体面点就好，以后到美国去申请学校的时候就用得上了。对啊，到时候凯德穿着那2套西装，一定能顺利通过面试。你干嘛板着脸啊？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要去美国读书啊，都没有办法。我全力支持你，还不知足。我明白了，继续吧。别训话了，他这么大的一个人了，会自己想清楚的。老公，我也买了一些想给你看的衣服。今天又买了什么漂亮的衣服啊？你进来看，不就知道了？原来你真的没试过。放松，不要紧张，这是很平常的事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你体验过以后就不用怕了。OK？ 你们在干嘛？姐，我凯德说他从来没跟女生接吻过，觉得好奇，我就让他试试看喽。凯德，对吗？凯德，凯德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敏感，你为什么要捉弄他？现在什么时代了，只是亲个吻罢了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吧？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，但凯德，不要说谈恋爱，连和女生相处都很少，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小事。我刚刚跟他说的很清楚，只是让他体验一下，没其他意思。他也是要长大的吧？我去照顾爷爷了。我想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喜欢婉玲了。这已经不是个秘密了。好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陪我聊天。不客气。我看到你和嘉豪在聊天。嗯。刚看到你跟婉玲一起回来，你们去哪儿？
爸要他给我定做西装，申请学校的史面试用的。你已经决定听爸的安排，去念商业管理。如果你不愿意，就去跟爸争取。你没试过，就不要轻易放弃。你知道他不可能接受的，我不想听他说那些话了。我只是不想你将来后悔。那你呢？你不是也想放弃吗？可是其实你比我更有筹码去争取你要的。你争取到了，就可以接管公司，我也不用做这些我不想做的事情了。爸是不会让我接管公司的，他甚至还找人跟踪我。说不定那场车祸也是他安排的。爸应该不会做到这个程度吧？是我想多了，跟你说气话，对不起。我也说了难听的话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累了一天，回房休息吧。好看吗？你穿什么都好看。你看，还有这些，以后我每天换不一样的给你看。你让凯德陪你去买这些啊？他只是在旁边等我，又没看我穿。你该不会是吃自己儿子的醋吧？当然没有啦。我知道凯德向来跟你的关系都很好，他也很关心你啊。当后妈真难，怎样做都不对。我可没有说你做的不好哦。你好像觉得我跟凯德太亲了啊。哪有的事？你们相处融洽，我很开心。凯德就好，不像凯婷，总是跟我唱反调。我看你们两父女闹成这样，心里也觉得不舒服。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谈吗？嗯？反正我们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结果的。我曾想过，如果这样一刀就能结束一切，该有多好。于是，我就真的这样做了。凯德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要做傻事？没事的，这只是我之前不小心割伤了。你还想瞒我？有什么事情让你想不开？你告诉姐。
天底下再大的事都可以解决。你告诉姐姐，让我帮你好吗？自从妈走后，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亲人，我不能失去你，你懂吗？等到你想说，再告诉我。但是答应我，你不可以再伤害自己，好吗？别哭了。你还记得妈妈做的鸡蛋卷吗？我赢了。我刚刚去找杨警官，我跟他说，跟踪我的人、纵火的人，还有开车撞我的人是不同的人。结果他告诉我一件事情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婉玲曾经改过名字，她的本名叫做邱美琪。他从来没说过哎。你觉得婉玲和你发生的这件事有关？无凭无据，不可以因为我不喜欢他而怀疑他。但是，我只知道他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们。你大学毕业就进金堂了？对，我记得就在您正式担任董事长的那一年，我通过了面试，进入了行销部当助理。我还以为是凯婷介绍你进来的。我之前根本不知道凯婷是您女儿。她在大学的时候一直有在打工，用钱也非常节俭。直到我进入公司后的有一天，她说她要到金堂创始店工作，才向我坦白她的家世。你们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，对吗？是的，毕竟大学同班，毕业后又进入同样的公司，虽然我们工作地点不同，但是还是很好。所以你们就只是朋友？对，只是朋友。原本这些都是你们的私事，我也不想管了。不过凯婷是我的女儿，最近公司又接连发生了很多事，我也听了一些人说，你是有目的的接近她。身为一个父亲啊，当然是有点担心啦。我承认我喜欢凯婷，但这跟她的家世无关。我对她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。很好，希望你所说的都是真话。若是你对她有所图，很有可能你会失望的。
好了，你去忙吧。哇，你今天穿得很漂亮，老婆也很美。来了，坐。喝啊。当了金夫人果然不一样哦，现在都闻不得这些烟酒味了。前面2次都失败了，我想知道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。你知道的越少越好，不是吗？总之我的人会搞定，你耐心等着就是了。不要叫我等，新闻都报了，已经没有时间。哦，你也知道新闻在报，现在事情正在风头上。要是我让他们贸然行动，岂不是方便让警察更快找到我们？什么我们？你不要忘了，你保证不会牵扯到我。要是我出事，你们1毛钱都拿不到。美琪，你就安心做你的金夫人吧。这些脏事我会搞定，但你记住，时间和人都是我说了算。你要是再啰嗦，我也有办法搞定你。好，我就再信你1次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向来有什么说什么。倒是你那个男朋友，你自己最好小心点，不要被人卖了，还帮人家数钞票。纽约的舞团一直在催我把你的试镜寄给他们的总监看，不过我觉得你的状态还不是很好，所以暂时拒绝了他们。我知道你是可以的，为什么不尽力去试1次呢？因为我失恋了，我爱的人不能跟我在一起。奶酒，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对吗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不想去了。凯德，你不要这样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你不可以放弃的。你总是告诉我，要面对真实的自己，才能好好跳出那段舞。可是你，反正不可能做到，我也不想再试了。这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你帮不了我的。凯德，你还年轻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我已经决定放弃跳舞了，你也放弃我吧。反正我是个没用的人。听我说，只要我在，我就不会放弃你，你也不可以放弃你自己。
为什么找人跟踪我？这张相片你是哪来的？那个男的，是你找来跟踪我的，对吗？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，值得大惊小怪的。你是金堂未来的继承人，为了你的安危，所以我找人跟着你。爸，我们之间不用再假装了。从小到大，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的安危？说不定想要害我的人就是你。你乱说什么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那你有真正当我是你女儿吗？以前我一直期待有一个正常的父亲，可以爱我，可以关心我。我希望他可以看到我的努力。但是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没有用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多余的。你今天是要来跟我宣誓主权，是不是？不要以为爷爷认为你可以管理金堂，你就可以造反了。我是不会让你接管金堂的。你终于说出你的真心话了，在你的内心深处，你就是不想让我接管金堂，因为我是女的，对吗？要是让你接管金堂，等你结婚，公司就变成别人的。事业本来就是要传承给儿子，这个是华人几千年来的传统。我不会让金堂断送在你手上的。是，对你来说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，就像当年一样。妈的特制改亚酱救回了要倒闭的金堂，连爷爷都很感谢她。但是，就是因为她是女的，你的老婆，你就把她所有的成就当成是属于你的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妈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滚！我金有福，没有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女儿。滚！没错，你的确以后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金老板，你就等我30岁那天接管金堂吧。交给你了。凯婷，凯婷，发生什么事？我现在不想聊这件事，你让我冷静好吗？小心！对不起。你还要小心。爷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，爷爷？凯婷，除了遗嘱之外，你还要小心。
万玲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她千方百计成为了我们金家的女主人。我怕她将来可能也会伤害你的。你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在人家的店里喝到打烊，还赖着不肯走。我怕我这个样子啊，把你送回家，老板会开除我，所以我只好把你带回来了。结果一回来，你又继续吵着要喝，还拉着我把我家的酒都喝完。抱歉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只是我第一次喝成这样。偶尔放纵一下还好，我看你平时压抑太久了。9点了，我迟到了。喂，小姐，你忘了你还在放假？那你呢？你不用上班吗？今天是周日，我去倒杯水给你。你也喜欢玩具车？你的水。谢谢。喂，凯德。等一下，我让你接听。喂，凯德。凌晨时我打电话报警，当时你们告诉我失踪的时间太短，叫我再等等，不是吗？金先生，你不要激动，我们没有怀疑你，我们只希望你能协助我们理清案情。你就是金小姐，金凯婷。我们正在调查你继母邱婉玲的命案，需要问你些问题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今早我们接到报案，她的尸体在附近的公园被发现。那个公园也是之前金伟明先生意外过世的地点。我昨天有到那个公园。你跟你的继母有约？没有，我只是去公园走走，差不多7点多左右。当时公园没什么人。相关的细节，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？我昨天傍晚到公司找我爸，因为想念爷爷，所以就到了那个公园走走。当时是差不多7点多到8点之间。接着我就到餐厅吃饭，然后打电话给我朋友，让他陪我喝酒。已经确定是他杀吗？以案发现场的状况，比较偏向他杀。
所以你们都没有察觉他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。虽然住在一起，但是和他的生活交际比较少，所以没有注意。好了，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。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会再通知你们的。陈警官，请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去接我太太？等法医完成相应手续，我们会再通知家属。金先生，请节哀。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，让我太太可以安息。你昨晚为什么会到那个公园？我刚刚说了，我想念爷爷才去那个公园。那你为什么晚上没有回家？我跟朋友喝酒，喝醉了才没回家。难道你不信吗？就那么刚巧，婉玲出事，你和凯德两个人都没回来。爸，难道你觉得婉玲的死跟我和凯德有关吗？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先回房去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又来到我们深夜怪谈的时刻。今晚我要讲的是鼎鼎有名的金堂咖啡。大家都知道金堂咖啡的咖鸭很好吃，不过他们最近有点祸不单行。之前第一代创始人金伟明在美群公园心脏病发，意外过世。现在年轻貌美的金夫人竟然被发现沉尸在同一个公园里，这诡异巧合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？各位听众朋友，金家是不是被什么诡异的诅咒缠身了呢？据说他们目前居住的就是一栋很有故事的房子。那房子有将近70年的历史，经历过殖民时期和战争。据说以前曾有人死在房子里。老板，外面来了几位警察，说要找凯德。你们找我儿子有什么事？金凯德先生涉嫌杀害邱婉玲小姐，我们是来逮捕他归案的。